宁云初的手机声响起，他就连忙推着这个带着机会就亲吻他的男人。战逸晨扳着他的脸，定住他的头，不让他避开他的亲吻，低哑的道：“不管。”说着，他缠着他，硬是逼着他与他缠绵了一回，他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他。管家站在宁云初的房门口，他知道大小姐的房间装了隔音材料，所以他没有敲门，而是打电话给大小姐。大小姐没有接电话，他主动摁断了通话后，略等片刻，又再次打大小姐的电话。这一次，大小姐接听了他的电话。哇，大小姐，战家大少奶奶来了。管家在电话里恭敬地道：“她来了，请她进来，我很快就下楼去。”宁云初声音平和，听不出异样。管家猜不透两个人在房间里说什么，要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吧，人家又是订了婚的未婚夫妻，也不怕别人笑话，他就恭敬地应着好。然后他的手机从耳边移开，摁断了通话。他又贴靠在门身上，却是什么都听不到，主死心的扭身下楼去。在房里的宁云初推开了战逸晨，人跟着起身，淡定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问着战逸晨：“我看起来没有异样吧？”战逸晨的眼神放肆地在他身上游移了一遍，低笑着：“我又没有弄乱你的衣服，你能有什么异样？虽说是未婚夫妻了，他对他做过最亲密的事就是亲吻他，其他的他都不敢越雷池半步。爱他呀，就尊重他吧。等到领了结婚证，办了婚礼，他就算化身为一头饿狼，也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还有一点，宁云初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哪怕他用手摸过他的脸无数次，也在脑海里想象他的样子都是有偏差的。他希望在他的眼睛治好后，他们才成为真正的夫妻，那样就她知道她的丈夫长什么样。她的话让宁云初的脸上染上了红云，她害羞的样子很迷人，让战逸晨差点就忍不住要化身为一头狼了。他就赶紧走出小书房去开了房门。看到房门口没有人，知道管家已经下楼去了。他便在房门口等着宁云初出来。宁云初进洗手间洗了一把脸，才慢慢的走过来。逸晨，他叫喊着：“我在。”战逸晨牵起他的手，说道：“走吧，我带你下楼去吧，我自己也可以走下楼去，有我在，你不需要靠自己。”宁云初笑笑，没有再说话，任由他牵着他下楼。管家已经把战逸夫妻俩请进了大厅里。夫妻俩坐在沙发上，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摆放着水果、点心。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夫妻俩都抬头看向楼梯，看到战逸晨牵着宁云初一起下楼。宁云初的步伐从容，不知情的人，从他此刻的步伐，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盲人。就他在自己的家里行动如常人。大哥、大嫂。战逸晨带着宁云初下楼后，走过来向兄嫂问好，那宁云初就也跟着叫了一声大哥大嫂。随即两个人在兄嫂的对面坐下。海童关心地问：“云初，你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就是后脖子还有点痛感。”“大嫂，谢谢你救了我。”云初感激地向海童道谢。海童说道：“都是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不过你以后还是让保镖跟着你吧，那样安全点吧，我们大家也能放心点。今天是凑巧被我遇到了，把你救回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宁云初也有点后怕，他说道：“刚才逸晨和我说了，以后就让保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吧。如果他没有接管宁氏的生意，倒是不用保镖跟随。现在的他已经成了两位大姑姑的眼中钉、肉中刺。今天的事，他猜测是两位大姑姑搞的鬼。在安全这件事上，他便不再硬气，接受了战逸晨的安排，就让保镖们明面上跟着他，不在暗中保护。那就好，其实保镖们跟着呢，一开始你可能不习惯，慢慢就好了。
海童以前也是不习惯有保镖跟着，总觉得保镖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丈夫掌控着，现在不也习惯了吗？这也是战印保证过，保镖跟随他，只是负责他的安全问题，其他事情未经他的同意，保镖是不会告诉战印的。有了战印这样的保证，海童也就适应了保镖的跟随。那这件事你有怀疑的人吗？战印低沉地问道。宁云初回答，除了我2个大姑，我想不到其他人。战印嗯了一声，又对自己的弟弟说道，奕晨需要帮忙的话说一声，就你不说的话，大哥会以为你自己能行。大哥，这件事我能处理，需要帮忙的话我也会说的，都是一家子兄弟，战奕晨才不会跟大哥客气呢。不过呢，他也不会事事都让大哥帮忙的，毕竟大哥也很忙，而且宁云初是他的女人，他的女人他来保护。听着兄弟俩的对话，宁云初心里很感动，感动于战奕晨对他的感情，那他何德何能得到战奕晨的真情对待？战家那是什么门庭呀？最是高不可攀的，多少名门闺秀挤破脑袋都挤不进去，他们哪个不比他优秀？他学历不如别人，还是个盲人，但是战奕晨不嫌弃他，还用真心感动他，让他接受了他的感情，哪怕从一开始是战奶奶的意思，但在相处之后，战奕晨的确是爱上了他。这是他的幸运啊，他这一生不能说是幸运的，因为他幼儿弑父，亲妈对他又不好，日子过得比庸人还不如，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战奕晨，有战奕晨在，天塌了，他都不用担心会砸到他。我和你大嫂等会儿就回山庄去，这个周末在山庄过，你们俩要不要一起回去？战印问着2人。战奕晨看向宁云初，温声问他，云初，你要不要回山庄过周末？你在哪里过周末？我就在那里，我随你。战奕晨笑笑，那我们就和大哥大嫂一起回山庄过周末。他又对战印说道，大哥，你在家族群里说一声，在管城的都回山庄过周末，那我们兄弟几个也能聚一聚。战印说道，除了我和你还有老九之外，其他的都在外地，老九还在念书，平时住校，1个月才回家一次。战奕晨噎了噎后笑道，那我都忘记了，他底下那些堂弟们要么是工作原因出差，要么就是为了追妻，只有他和大哥留在管城坐镇着，因为他们俩的人生大事有了着落，奶奶也不在家。战奕晨用着怀念的口吻说道，奶奶在家的时候，我头皮总是绷得紧紧的，生怕会招他老人家的不喜，被他老人家针对了，整治了。等他老人家到处跑，不在家的时候，我又特别想他老人家。战印不接话，但深有同感啊。这他们兄弟几个在人生大事上，奶奶最费心思的便是他的。以前他和海童闹矛盾冷战的时候，奶奶没少操心，为此还搬进他和海童的小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话说夫妻俩也很长时间没有回明苑花园住了，改天又回去住一阵子吧，若是没什么事，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战印低沉地道。战奕晨嗯了一声，战印起身也拉着他的老婆大人，小军和苏总也要过去的呀。海童说了句，他看了看时间，学生也快放学了，小军可能还要等一会儿。战印温和地道，我跟苏南说一声，苏南会过去接他的，书店可以拜托苏家的保镖照看着，他们天天守在那里，也熟悉了，2个人还看不好一间书店吗？那你跟苏总说一声。战印当即打电话给苏南。不久后，兄弟俩都带着他们的另一半回悠悠山庄去。收到消息的唐君叶则拿出了一张药单，对丈夫说道，老战，这是我妈塞给我的药单，
说是调理身体的，让我按照这张处方抓药给海童调理身体，那样她就能早点怀孕。海童平时很忙，很少回来。刚才阿印在家族群里说了，他和海童回山庄过周末。你说我要不要让人去抓几剂药回来给海童吃？这是他老母亲给他寻来的处方，说很多人很久都没有怀孕，就是吃了这张药方的药，调理好身体就怀孕了。有个人还是怀的双胞胎呢。海童至今没有动静，他们虽然不会催生，但是亲戚们私底下还是挺热心的，总会跟他说哪里有好的医生，让他带海童去瞧瞧。哪怕他坚定地说自家儿媳妇没有问题，亲戚们会说这都领证1年了，还没有动静。小夫妻俩要是没有做过避孕措施，那就有时身体有问题。海童身体没问题，难道是战印身体有问题？唐君业当然是极力否认自家儿子有问题的，就他长子那身强力壮的样子，怎么可能有问题？战丽蓉从妻子手里拿过了那张药单，看了2眼。他不懂药理，不知道这张药单上的那些中药名有什么功效。他说道，就一张药单，没有让医生瞧过，怎么知道适不适用？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再说了，我们都公开说过不催生的话，你把这张药单交给海童，海童就会认为咱们催生。他压力山大，本来他已经压力够大的了，你要是把药单给我们儿子，阿印保证当面就把药单给撕了。妈请回来的大师不是说过吗？说他们小夫妻俩在秋天就有好消息的了。再等等看吧，我是觉得小俩口没有问题的。战丽蓉说道，他们俩工作忙，可能是压力大的原因，不要着急。外面的人说什么，咱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嘴巴封起来，但是我们一家人啊，必须要站在海童的身后，我们要关心他，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在他面前连孩子的事都不要提。唐君业叹口气说道，都说那些大师都是算过去算得准，算未来算不准的。这都9月了，在其他省市已是入秋，也就是我们省秋天如同夏天一样热，不分明而已。我也不想催生，不想给小夫妻俩太大压力，只是我每次出去交际，老友们总会关心地问问，他们问的次数多了，我都不好意思再和他们聚会，怕被他们问。还有每次回娘家，我兄嫂弟媳们也会问，连我老母亲都惦记着这件事，说什么没看到海童生娃，他老人家死都不能瞑目。大家这样操心小夫妻俩久不孕的事，主要是战印的性格问题，他对海童的感情太深啊。如果真是海童的问题，导致夫妻俩无法有自己的孩子，战印也不会离婚的，就他宁愿和海童丁克，也绝不离婚。可在老人家传统的思想里，不孝有3，无后为大。战印若是没有个1儿半女的，当长辈的如何能安心？唐君业说道，我妈说，哪怕生个女儿也好过没有得生呀，在外人的眼里肯定是生儿子更好，所以唐家老夫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对于生育困难的人来说，不论男女，有得生就好。战丽蓉笑道，要是能生个女儿，海童就是我们战家的大功臣，我做梦都想抱孙女呢。唐君业也笑，这个倒是，跟妈说不用担心，会有的，总会有的。他老人家身体好着呢，不要说看到海童生娃，他老人家还要听到孩子叫他外曾祖母，老人家哪能不念叨呀？你没看阿印都很久没有带着海童去看望他外婆了，怕被他外婆念叨。要不我们委婉地跟海童提一提，他若是不抗拒，再让他按着药方去抓药，要是抗拒的话就算了。战丽蓉说道，都说了，一张药方不是谁都能用的，要经医生看过才知道适不适合使用，凡药都有3分毒啊，你以为是糖呀，
不要乱服药。如果请家庭医生过来帮他把脉，阿印肯定知道那家伙一闹，我都杠不住。他不会因为我是他亲妈就给我面子的。唐君业拿长子没办法，妈又不在家里，哎，愁死人了。老太太要是在家里，他把药单往老太太那里一塞，就与他无关了。战丽蓉说道，我劝你还是不要跟儿子儿媳妇说这件事，就免得闹出家庭大战。妈不在家里，我可没有本事管好你儿子哈。你要是觉得你能劝住你儿子的，你就跟儿子说这件事。都说了，不要着急，他们俩领证也才1年，又不是10年8年的，着急什么呀？唐君业默了默后说道，其实我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海彤能够早点怀孕，早点为我们生个孙儿女，让我们能含饴弄孙。生完孩子后又不用她带娃，她可以放心的去经营她的事业。她一天没有怀孕生娃这件事儿就是个刺头，一直刺在我头里头，那篇我又不敢也不能明着催生。她还希望儿媳妇能像其他豪门里的少奶奶那样，在家里安安心心的相夫教子。当个少奶奶顶多就是管管内宅的事，打理一下商铺的生意，收收租什么的就行了。而且这些都不用亲自去做的，做好人员安排就行了。但是海彤是个自强不息的女人，又目睹了她姐姐因为婚后不工作导致离婚收场，故而海彤早就表明过态度，她不可能像别的少奶奶那样躲在男人背后当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的。如果战印无法接受她婚后要工作，可以跟她离婚。爱惨了她的战印哪肯离婚呀？当初刚暴露身份时，海彤要离开他，他为了留下海彤，都把海彤软禁在他的别墅里了，可见他有多疯狂。战家人也知道海彤就是战印的软肋，没有海彤在，战印会疯的。海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他男人都支持他，其他人何必再多嘴。那唐君业就是这样，他看透了儿子儿媳的感情，故而他很想儿媳妇在家当个少奶奶，也不敢透露半句，连丈夫都不说，免得影响了儿子儿媳的感情，也会破坏婆媳俩的感情。用老太太的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们去吧。唐君业默了默后说道，先看看吧，看看有没有机会和海彤单独说。让海彤不要让阿印知道。战丽蓉说着妻子跟你说了那么多，你还是听不进去，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流泪，到时候惹你儿子生气，你又该难受了。再说了，海彤和阿印是夫妻，夫妻俩好的像连体婴似的，海彤就算不告诉阿印，他也要抓药回来吃，难道阿印不知道？海彤可以骗阿印说是一般的中药，就是调理身体的，他们家里有家庭医生，让医生一看就知道那些药是有什么用的了。管家在这个时候进来，先生、太太、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回来了，二少爷和二少奶奶也一起。唐君业一听儿子回来了，立即把那张药单折叠起来，边折边问丈夫老战，这张药单放哪里好？撕了最好，这是我妈给我带回来的，是她老人家的一番关心，撕了不太好吧？唐君业说着想把药单塞进她的裤兜里，但她穿的是裙子，没有裤兜。最后呢，他把那张药单压在了茶几的底下。战丽蓉和管家都看着他慌里慌张的，就把那张药单压在茶几底下。管家好奇但不敢问。战丽蓉想着把药单放在茶几底下，妻子也不好再拿出来，就这件事就只有夫妻俩知道，算是过去了。我出去看看吧。唐君业藏好了药单后，站直了身子，若无其事似的走了出去。管家看向战丽蓉，战丽蓉先是问他洋洋有没有跟着过来，没有看到洋洋少爷。战丽蓉哦了一声，便拿起了一份报纸，展开来看，嘴上说道，没有小可爱，我是当老子的，不用出去迎儿子。管家失笑，
洋洋在长辈们这里是很吃香的，主要是悠游山庄没有小孩子，每次洋洋跟着小姨来了悠游山庄，他就成了抢手货，个个都抢着带他。小家伙又懂事，嘴巴甜，战丽蓉这些等着抱孙的，开始步入老年人范围的长辈，自是很喜欢洋洋的。唐君业刚走出主屋，就看到了儿子儿媳妇手牵着手走过来，儿子另一边手袋拿着几个袋子，不用问也知道是儿媳妇给他夫妻俩买的礼物。海童每次回婆家都不会空着手回来，就他知道公婆在家里其实是什么都不缺，不过他当儿媳妇的买了东西回来，对于公婆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妈，妈，小夫妻俩看到唐君业都叫了一声，唐君业笑着应了，视线越过了两人，往两人后面看，却只看到战逸晨和宁云初。宁云初虽说也来过几次游游山庄，但是山庄太大，他还没有摸熟山庄，就走路就走得很慢，需要战逸晨牵着他慢慢的走。那为了帮助他熟悉，战逸晨还要告诉他走到哪里是什么地方，周围有什么东西让宁云初记住，宁云初更要记住步数，这样下次他自己走相同的路线时就不需要别人牵着了。彤彤、洋洋呢？今天不是周五吗？明天不用上幼儿园，你怎么不带洋洋过来？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洋洋了，想死他了。唐君业没有看到洋洋，忍不住问着儿媳妇。海童答道洋洋的爸爸醒了，从重症病房转入了普通病房。我姐说明天要带他去医院看望他爸，所以我没有带他回来。见不到小可爱，唐君业明显很失望。他哦了一声，这样呀，他去医院看他爸是应该的。会在医院待上一天吗？要不等他看过了他爸，就派人去接他过来。小夫妻俩你看我，我看你海童笑道，这个我也说不准明天问问我姐再做安排他上前2步，亲切地挽上了婆婆的手臂。妈，我没有带着洋洋回来，你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回来呀？哪有的事，就是家里没有个孩子的吵闹欢笑声，显得过于安静。洋洋这孩子懂事聪明又嘴甜，像抹了蜜似的甜，妈很喜欢他。嫌家里安静没有孩子吵闹，等于是间接催生了。海童像是听不出婆婆话里的催生意味，笑道那倒是见过洋洋的人都会喜欢他的，在风尘山庄也是河庄上下都喜欢他。我带他回来的时候，君奶奶老舍不得了，她挽着婆婆的手臂往屋里而回。唐君业笑道，君家老夫人舍不得洋洋你们奶奶却是舍不得君家的小小姐，恨不得把人家的小女娃偷回来养呢。这倒是奶奶看到君言，目不转睛的坐在婴儿床旁边，看上一整天都不会觉得无聊。唐君业笑着换成是我也会像你们奶奶那样，看上一天都不会觉得无聊，如同和尚庙的站家喜欢女孩子，看到别人家的女儿就移不开眼。那迈不开腿的可不止老太太一人，妈在家里无聊也可以去市区玩玩的呀，或者搬过去和我们一起住，人多也就热闹点。唐君业说道，不了，我和你爸年纪大了，住在山庄里舒服，远香近臭，婆媳之间还是保留着一点距离好一点。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他们家多的是房子，就唐君业不会要求跟着儿子儿媳妇一起住的，况且他还有2个小儿子呢。要是他和长子长媳住在一起，2个小儿子想陪陪父母，也要住进兄嫂家里，就算手足情深。海童也是个大方的嫂子，终究是不如在自己家里那般自在的。人与人之间呢，要学会保持着距离。现在这样就很好呀。儿子儿媳妇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过周末。他的其他儿子回来，那也是回自己的家，自由自在的。我就是想洋洋了，洋洋上幼儿园还习惯吗？婆媳俩边走边聊着。唐君业的话
10句有9句离不开洋洋。没办法，谁叫这么多小辈？只有海玲有个孩子呢。一开始觉得很好玩，很乐意上幼儿园，每天放学回家也是吱吱叉叉的说个不停。新鲜感一过，就没有那么积极了。现在啊，每天早上叫他起床上幼儿园，就要费不少时间呢。唐君叶笑道：“小孩子都是这样的。”阿印是例外。说起战印小时候的事，唐君叶就滔滔不绝的。他说到别人家的小孩子都不肯起床，阿印却是早早就起来了，然后在我们的房门口等着，等我们起床送他上幼儿园。如果第二天是让保姆送他，他就会在保姆的房门口等着。我们一出房门就会看到他背着他的小书包站在那里，就有时候还会被他吓一跳。跟他说过多少遍，不用起那么早，放心的睡，到点了。我们会把他叫起来，他就是不听也不改。后来不管是谁，第二天要送他上学的，都会早早的休息，第二天早早起床。海童笑道：“看来他打小就是个自律甚严的人呀。”战印的习惯早起，原来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她觉得丈夫这样很好呀，不像她表姐那样还需要父兄抬着下楼，就抬着上车，强硬的送到幼儿园去。只要想到那样的画面，海童就忍不住发笑啊。爸，看到公公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海童叫了公公一声，那战丽蓉的视线从报纸上移开，微笑着回来了。海童松开了挽着婆婆手臂的手，转而坐在单人沙发上。唐君叶说道：“知道你们要回来，我让厨房多烧几道你们爱吃的菜。我去看看准备的怎么样了。”说着他就往厨房走去。海童也没有枯坐着，放下了包后，起身就跟着婆婆进了厨房。战印也叫了父亲一声，然后把几盒营养品放在茶几上，说道：“爸，这是彤彤买给你和妈吃的。”说着他在父亲的身边坐下，瞟了报纸2眼，问他爸在看什么新闻，也就随便看看，打发一下时间。怎么不带洋洋回来？洋洋来了，爸也不那么无聊。带娃虽然很折腾人，也很累，但是他喜欢。洋洋来了，他就喜欢跟在洋洋后面打转。洋洋的爸爸醒了，姐明天要带他去医院看看他爸爸。战丽蓉哦了一声，原来如此。那个姓周的醒了，知道周红林曾经怎么对待过海玲，都觉得周红林这是活该，是报应，恶毒点的，甚至希望周红林不要醒来。醒了，现在已经能吃东西了。战印低沉的倒是个命大的，被叶佳妮捅了那么刀，流了那么多血，医生都不敢保证他能活过来，结果他还是挺过来了。战丽蓉合上了报纸，把报纸放回了原处，说道：“终归是洋洋的亲爸，他活着一天，洋洋就有爸爸。”战印默了默后嗯了一声。战逸晨牵着宁云出进来了。大伯。战逸晨笑着叫了大伯一声。回来了。战丽蓉对待小辈都很温和，她知道侄儿媳妇主要是靠听的，所以回应了侄儿的问好。宁云初听到大伯的声音，面向着大伯也叫了一声大伯。战逸晨牵着他挤坐在单人沙发上，反正沙发也够大，2个人坐着刚刚好。伯母呢？战逸晨随口问了句。和你大嫂进了厨房。战印一手撑在茶几上，一手将水果盘推了推，示意弟弟拿给宁云初吃。那松开手后，他的视线却是往地上瞄去。我怎么觉得茶几似乎是有点不平整？说着，战印起身，2手撑放在茶几上，按了按，再摇了摇，又觉得没什么问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战丽蓉瞬间绷紧了神经。老七不过是往茶几底下塞了一张纸而已，就算那张纸折叠起来的，厚度也很薄很薄的，就这样。
这小子居然都察觉到不平整，这张茶几摆在这里一直没有动过啊。哪有不平整了？阿印，你多心了。战印本来以为自己错觉了，但听了父亲的话，他就知道不是自己的错觉。茶几底下应该塞着什么？他爸一句他多心了，就露出了破绽。那战印当即就把茶几往前推了一下，然后他妈塞压在茶几底下的那张药单就暴露在他的视线内了。完了，被儿子发现了那张药单，他该怎么替老婆圆场？谁往茶几底下放一张纸的呀？战印嘀咕着，他拿起那张纸，本来想直接扔进拉拉桶里的，看到好像有字的样子，好奇心使然，他又忍不住打开了那张纸来看。唐君叶和海童刚好从厨房里出来，他看到儿子展开了一张纸来看，而茶几好像被移了位。唐君叶的脸色呀，是瞬间变得煞白。哎，完了完了，哎，怎么会被发现呢？他都把药单压在茶几底下了，儿子居然还能发现，该不会是丈夫告诉儿子的吧？应该不会，丈夫不可能出卖她。唐君叶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要慌，到时候抵死不承认就是。战印打开了那张纸来看，发现是一张中药单，他不懂的药理，不知道这张中药单是治什么病的，但被藏在茶几底下，那肯定是他的家人的药单。哎，父母还是奶奶生病了吗？奶奶现在还在外面浪着呢，应该不会生病，老人家身体骨好得很，那就是父母了。战印看完后望向父亲，见到母亲也站在不远处，一副有点紧张的样子。他心里越加的肯定是父母身体出了问题。爸，这张药单是谁藏在茶几底下的呀？是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我妈啊？战印可不会就这样接过去了，他问着父亲。哎，战丽蓉装糊涂地道，我和你妈都没有不舒服。这张药单吗？我看看。说着啊，他从儿子手里拿过了药单来看。战一晨这看看大伯，又看看伯母，都是在商场摸爬打滚的人，眼神厉得很。他都看出了大伯和伯母不是很自然，更不要说大哥了。他也关心地问道：大伯，你不舒服吗？你也别瞒着我们，哪里不舒服要跟我们说。唐君叶的脸色恢复如常了，她走过来，也凑到丈夫的身边去看那张药单，也就看了2眼，就说道：也不知道是谁藏在茶几底下的，反正我和你爸没有不舒服，会不会是家里的工人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茶几不平整了，就想用点什么东西塞到茶几底下，然后这张药单是他的。战印看着母亲，严肃而低沉的道：妈，你编故事的本事不行，工人打扫卫生发现茶几不平整，只会跟主人说，不可能自己掏张药单出来垫着，况且别人的药单肯定有用的呀，干嘛塞到茶几底下？唐君叶，妈又不是在编故事，妈只是猜测而已。这张茶几一直都放在这里，谁知道什么时候塞了一张药单的？说着，她从丈夫的手里拿过药单，说道：阿印，我和你爸没事，我们的身体好得很，每隔半年又去体检，有什么事？哇，你们都能第一时间知道的呀！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我们家的家庭医生。我和你爸呀，最近是连感冒都没有过，他们都是很注重养生的，夫妻俩身体健康得很哈，不用母亲提醒。战印当即就打电话给自家的家庭医生，等医生接听电话后，他问医生：我奶奶还有我爸妈，最近一有没有不舒服？没有呀，老夫人和先生还有太太的身体都很好。战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是老夫人出什么事儿了吗？家庭医生想着老太太年纪最大，以为是老太太出什么事了。虽说战家人的体检不是他负责的，不过他只要问一下在医院上班的同学或者校友就能知道结果。貌似战家人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他们家所有人都很注重养生，个个都身体康健。这个家族是老天爷的宠儿，最是得天独厚了。年轻的一辈个个都是人中龙凤，退休的一辈又个个保养得极好，身体康健。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而战家人不仅拥有最大的财富，还拥有实质性的财富。首富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呀。我奶奶不在管城，她老人家到处浪。哎，倒是没什么事，我是担心我爸妈。刚刚在茶几底下发现了一张药单，我把药单发给你看看，帮我看看这张药单是治什么病的。好的，战少，你把药单发给我看看。阿印都说了，我和你爸没事，不用看了。这张药单都不知道是谁塞在茶几底下的呢，把它扔了。唐君业想扔了那张药单，战印不让。妈，既然你和我爸没事，你慌什么？不过是一张药单啊，确定了是治什么病的。我们家里没有人生病，再把药单扔了也不迟。战一晨也拿过了药单来看，宁云初看不见，只能竖着耳朵来看。海童觉得公婆有点慌的样子，猜测这张药单就是公婆藏在茶几底下的。他说道：“爸妈，就让医生看看这张药单是治什么病的吧，哪怕不是我们家里人不舒服，也可以了解一下是谁藏在那里的，需不需要我们帮助一下？家里的工人若是生病了，需要帮助的话，他们也可以出面帮助一下。”儿子儿媳妇都这样说了，唐君业要是再说下去，只会让儿子更加的怀疑。他心里后悔自己干嘛把药单压在茶几底下呀。战印把药单拍下来发给了家庭医生。很快啊，家庭医生就回复他了：战少，这是调理身体的药单，是哪方面的问题啊？家庭医生老实的答道：针对不育不孕这一方面的。这张药单是用于给女性调理身体。家庭医生发来的是语音信息，那战印又是当着大家的面点开了语音信息的。他的话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给女性调理身体的药单，还是针对不育不孕那一方面的，不就是暗指海童吗？战印的那张严肃的寒冰脸是瞬间就黑沉下来。他先是向家庭医生道了谢，然后看向了父母，沉声问道：爸妈，这是你们哪个弄来的药单？是准备给彤彤用的吗？不是，是给你妈用的。我想起了，阿印，这张药单年代久远了，是我和你妈刚结婚那会儿，你外婆看到我们那么久都没有生孩子，听别人说这张药单好使，就拿给你妈，结果还没有抓药吃，你妈就怀上你了。